龙，你为何什么都不做？这近几话不少海迷都在关心的问题。当金妮惨被天龙人玩弄2年，当熊的人生一点点滑向悲剧，1100话的龙还是一如既往的沉默，看着报纸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纵观熊整个人生的过往，龙却只提供在世界各地帮忙看看有无治疗波尼的机会，这一有限的帮助，哪怕时隔数年重聚，他给予熊的唯有任凭命运之分吹拂的安慰，并最终将贝亚庞克推荐给好兄弟，间隔推动了熊牺牲自己拯救波尼的交易。反观熊为革命军解放事业战斗多年，直到最后一次会面，都在许诺如果有机会，一定再会跟龙并肩作战。双方付出了不对等性，甚至影响到龙的分屏。毕竟以往龙形象的塑造显得强大而神秘，而熊的故事又写满了悲剧，大家自然希望龙作为大哥能起到力挽狂澜的作用。我也是这么认为的。放在事后来看，如果说无法拯救金妮，还能用革命军力量有限，远无法和世界政府扳手腕解释，那么在告知熊可以寻找贝亚庞克治疗这件事上，龙确实干得太草率了。以前贝亚庞克待在庞克阿萨德研究所，龙判断为其身边有重兵，如果去找会有危险。直到老贝搬到弹头岛，龙的判断是天才科学家身边守卫力量空前削弱，熊可以行动了。然而再削弱，那也是有危险的啊！革命军能坚持10几年不被世界政府找到大本营，整体反侦察能力本该是极强的。龙平时任何通话都有带着防窃听电话虫，本该谨慎考虑到贝亚庞克身边可能会有被监视可能，直接让熊进入到弹头岛和老贝见面，无疑等于是让好兄弟冒险进入世界政府的控制地带。或许此举是因为龙觉得以熊的能力，就算身处险境也能快速离开，可他有没有考虑到以熊寻找多年未果、逐渐绝望的心态，很容易被世界政府设套，甚至直到最后选择献出自己的一切。或者当波尼成了世界政府的人质，熊的能力再强，还不是只能乖乖就范？你好歹在海军待过，怎么可能不了解世界政府的手段？哪怕想不到这一层，但以熊对革命军卓越的贡献和强大战力，龙其实也该深度参与其中的，为好兄弟、好战友提供尽可能多的帮助。他完全有能力将风险降至最小。想当年主线中，卡普和路飞初次见面，就隐约有提到龙有联系卡普的手段，而弹头岛片01镇曾与龙直接通话，加之龙多年前能给出贝爷搬到弹头岛这一绝密情报，都能说明他和老贝是存在联系的。说不定这牵扯到他与风有关的果实能力。说回正事，我个人觉得这是正确做法，应该是由龙联系贝亚庞克，寻找一个能外出摆脱世界政府监控的机会。想当年老贝在当庞卡斯的研究所所长时都能外出，甚至曾到奥哈拉废墟凭吊，去埃尔巴夫研究历史文献，没理由来弹头岛就只能待在岛上。然后龙再安排熊与贝亚庞克在安全的地方见面，商量一下怎么样治疗波尼。至于后续手术得用到先进设备之类的难题，其实也能绕过弹头岛解决，因为这话已经透露，弹头岛当时还只是初建的研究所，后续许多设备都是在慢慢补全的。在进入弹头岛的过程中，我们赫然看到海运王乌米特的货船，换言之，这项工程涉及到世界政府和地下王者间的交易。而地下王者中，我们已经知道存在欢乐街女王斯图西这么一个游离在 CP0 和地下世界老贝自己人。然而更早期间，老贝所在 MADS 还是由高利贷王杜菲尔德赞助，至少如今看来，所谓地下王者们全是些生意人。如果能选择一位地下王者寻求帮助，达成一个革命军、老贝、地下王者间的3方交易，以解决波尼的治疗问题，似乎具有极强的可行性。哪怕地下王者们要价再高，也不会到如今直接要熊去死的地步。而熊对革命军的重要性已经被证实很多次了，他是一个人短时间内就能跨越大海，支援另一片海域战场，决定局部胜负的超强战力。有肉球果实堪称变态机动力作为保障，革命军本可以在日后和世界政府的战争中获得一张强而有力的底牌。抛开感情，以理性出发，龙也该为熊付出最大努力。当然，这方案中又出现一个新的问题：革命军是否能与地下世界合作？以目的性出发，革命军看起来是正义的、自由的、解放的，地下王者们则是唯利是图，很有可能全部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但试问各地叛乱的武器，难道就和地下世界黑市毫无关系吗？显然是不可能的。理念方面，黑暗庞大的地下世界是不平等秩序衍生的灰色地带，是革命军实现最终解放世界的远大理想后必定要极力打压的存在。但在世界政府无比强势的现今，只看利益的地下王者们，有时候毫无疑问可以成为革命军暂时的合作伙伴。特别世界会议后，革命军知晓伊姆的存在，为了应对预言中那场让世界一分为二的巨大战争，说不定会形成一个混杂了部分海军、部分海贼、部分地下势力等，包含革命军在内庞大反抗军联盟。说完龙的事，我们再回头看看熊达人交易的全过程，共牵扯出至少6条剧情线。一，萨坦已经确认为智熊最后失去自我的罪魁祸首，原本贝爷的计划仅是让熊成为克隆战士原型，部分的改造说不定还能稍稍提升熊的战力，但吴老星的介入让好事变成了坏事。按设定来讲，萨坦职务包含科学，深度参与到贝亚庞克为核心人物的主线中十分合理，这顺势让他成了如今弹头岛片的最终 BOSS。结合现见旁白对此次事件最终将震惊世界的评价，吴老星萨坦死亡率已经越来越高。回顾围剿贝亚庞克行动，共出动100艘军舰、3万海兵、9名中将、1位大将，草帽黄团外加不知
至道尔多尔人的黑团，还有大部分吃天使、50台新型和平主义者及其他型号若干，沉睡200年古代机械复苏，以及 CP0、四胡西、战逃丸、波尼、即将赶来的机械熊等战力，这等规模于萨坦而言，已经称上是风光大葬了。作用章近在眼前，先让吴老星退场一位还是比较合理的。2. 黄猿的立场，不管是当年改造熊的事，还是如今对贝爷出手，黄猿表现自己重感情的一面，同时坚持了会为工作放下私情，以不怎么尽力但好像有无可指摘态度完成任务的作风，跟随旋律跳尼卡之舞是真情，为政府驱使则而不好拒绝工作。他这般模棱两可正义，注定不会成为与政府决裂的先驱。但我们上期视频也已经说了，德雷克成为 SOD 是不可能绕过黄猿这个上级的，黄猿很有可能也参与到与 SOD 有关的工作。这条线理到最后，本质就是以赤犬为首的海军和世界政府之间的嫌隙。随着革命军等势力冲击伊姆统治下的秩序，上层对于海军控制减弱，彻底制度崩塌只是时间问题。按照黄猿的人设来看，如果真当海军背离政府的那一天，黄猿应该会站到赤犬那一边。3. 烧伤男到底是谁？本话出现了一个新人物，在距今大约4年前，艾斯曾击败一位没有公布任何信息的老七武海。不少海迷谈到这位神秘人的时间线问题，艾斯到底是在收到七武海邀请前击败他的，还是在收到七武海邀请之后？我们先解答这一个问题。首先，艾斯于距今5年前出海，同年就飞速崛起，成为了极其耀眼的新人。根据政府邀请女帝和圣品的剧情，还有最近2话贝爷邀请熊成为克隆战士项目原型的戏份，我很久之前的一个猜测可能性越来越大。政府朝潜力巨大海贼新人抛出橄榄枝的做法，其实也是在为赤天使项目准备尽可能多的优秀素材。后来七武海们大都被克隆，便可佐证这一点。反过来看，当时艾斯还没加入白团时就已经非常出名了，政府的邀请很有可能就是他在四处挑战出名的同年，也就是在距今5年前。虽然他和陆战版圣平打得难解难分，可圣平的七武海头衔是到了点阳战争才因当场和战国决裂而解除的，所以这说明5年前七武海就已经有空位了。后来距今4年前，本话我们可以看到艾斯已经加入了白团，这使他干掉了一位七武海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其他5位七武海的加入时间都是确定或者可以推断的。老沙20岁出头加入，正好是在距今20多年前；圣平距今11年前受邀加入，女帝18岁，也就距今13年前就任七武海。明哥大约是在距今10年前挟持天狼星强行加入，最后唯有莫利亚的加入时间没有明说。那么综上所述，就出现2种人员变动可能：要么5年前七武海有个空缺，世界政府让莫利亚顶上了，然后艾斯1年后干掉其他一位老七武海；要么就是莫利亚早就加入了，5年前有一位新人填补了空缺，但那倒霉家伙当了1年就被艾斯干掉，然后位置由暴君熊顶替。考虑到莫利亚早在23年前就被凯多打败，我个人更倾向于第2种可能。不过说到底，如今连七武海制度都不存在了，这些曾经人员变动已不再重要，重点是那人是由艾斯击败，只有让他有了留下烧伤疤痕，成为基德团和黑团口中关系到最后一块红石下落神秘烧伤男的可能。黑团有云，此人出现伴随漩涡，很有可能是个能力者。机里有提到这人也很有可能是政府安排的，目的是让海贼们无法凑齐红石，但现在线索太少，只能暂时说到这里了。4. 卡利法的亲戚，新登场的阿尔法护士来自 CP8， 有格分镜和卡利法真的很像。作为从小被政府培养的特工，如果说卡利法还有这么个亲戚，是完全有可能的。但事实如果真的如此，那这点大概不会在主言中提到，而是会在 SBS 专栏的问答中确认。5. 七武海都是什么时候见到熊的？本话给出了其他6位七武海得知熊就任后的反应，毕竟是在报纸上看到的。考虑到熊喜欢到处旅游，且生命最后2年需要花不少时间在改造上，再加之七武海中最听话的一个，各种任务肯定多得很。那6位七武海到底是什么时候亲眼见到熊的？我们暂时不考虑剧情中没有给出的，政府可能把熊派到其他七武海老巢任务。明哥和天龙人走得很近，主动参与政府工作和决议，以期能获得提前消息。他应该是第一个见到熊真人的，说不定战国当年一召开熊将就任的会议，明哥就迈着6亲不认的步伐到圣地了。沙尔与经营巴洛克华克一心想搞个海贼帝国出来，本话对熊的上位毫无兴趣，很有可能倒台了，都没有看到熊一眼。鹰眼的话，熊曾为了治疗波尼去过克拉伊卡纳岛，不知道当时和鹰眼见到没有。如果错过了，然后2人各自旅行时没有碰面，那出现大概就是点燃战争前的宴会。接着圣平作为鱼人族顶梁柱，除了接近鱼人岛庇护白胡子老爹，如果政府有涉及鱼人利益的事项，他必会参与，比如后来反对了白胡子的战争，毕竟白胡子给了鱼人族庇护，世界政府
给了龙宫王国编制，双方真要进行决战，鱼人族未来就没了。因此海峡和熊在圣地见面几率也很高，女帝应该就没见过活的暴君，她几乎一直在女儿岛。两人战人前还错过了七武海宴会，最后摆烂在家莫里亚，她不出门，可上面在选定黑胡子当七武海后，直接把熊派去恐怖三维帆船，这次应该就有两人出见。最后第6点是关于熊出现在风车村的猜想，他要去干嘛的？我个人觉得还真有可能是去看看路飞，和伊万科夫不曾听龙提起，虽不知道路飞是龙的儿子不同，熊早在恐怖三维帆船登场时就已经明确龙和路飞的父子关系了。那么他消息从哪来？稍后汇报情报时，藏不住事的卡普就是答案。也许当年熊从卡普那里听说龙的儿子就在风车村，想到女儿波尼以及他和波尼约好的旅行目的地，熊不减好奇龙把儿子放在怎样的环境中。但我并不觉得熊在风车村这里收到的是回收香蕉果实的命令，毕竟何止我骗吴老星，其实也是不确定的语气，称那果实是传说中的。最重要的是，这果实13年前就被红发抢了，现在才让熊来回收，显然是不合理的。姜斯早已离开东海，他没理由觉得尼卡果实在这儿。以上就是本期视频全部内容了，下话不休刊，我是白金，咱们下期再见。